Hello， 兄弟們，我是子言。那麼今天給大家教學一期这個神秘奇旅，它如何使用這個 RS 去進行一個全自動產出黑暗蓮花，然後實現無限魔力啊。那麼只要你學會了全自動產出黑暗蓮花的話，那麼你基本也就學會了這個 RS 的自動化啊。那麼廢話不多說，直接開整啊。那麼說到 RS， 首先呢，咱們這個終端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好吧？咱們先把這個終端給它放下來，合成終端，然後創造控制器，還有這個磁盤驅動器。這裡我就直接給它放個這個創造磁盤了。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暗黑蓮花它的這個合成配方啊，它總共是有5種合成配方的。但是這邊的話，它這個最簡單的應該就是新生魔翼的這個合成配方了，只需要一朵黑蓮花加這個魔元寶石塊。首先咱們先來看一下这個黑蓮花，我們要先做到這個全自動量產黑蓮花。黑蓮花的話，它是需要4個黑色神秘花棒加2個瓶裝魔力，然後水和種子在這個花药台上進行制作的。那咱們先把它所需要的材料給它進行自動化量產。首先就是這個黑色神秘花棒。那麼這個東西的話，我們首先得先整一個新生魔翼的無限魔元裝置啊。首先咱們先種一個這個9×9的樹苗啊，隨便什麼樹苗都可以啊，我這邊直接用這個奔流之高木樹苗了。OK， 這樣就行了。然後咱們找到這個中心位置，就這邊把這個樹苗給它打掉，然後在這些樹苗的上一層鋪上一層木板，用來抑制这些樹苗生長，好吧？然後把這個打掉，這個也打掉，這裡也打掉，這邊再放個木板，然後咱們要放一個這個定時法術炮台，對準這個底部啊，就對準這些樹苗，然後再把草方塊給它放回去，這裡樹苗種上。OK， 那這樣就可以了。這樣的話，這個定時法術炮台到時候就會向底部的這些樹苗釋放法術啊。那這個時候就需要用到咱們的這個法術書，好吧？法師法術書，咱們需要配置一個這個觸摸、生長，然後範圍效果拉滿的一個法術。這個生長和範圍效果這2個魔符，它是需要這個2級的法術書才能使用的。新生魔翼這個法術書它是有級別的，我們這個法師的法術書屬於是2級的。那麼配置完這個法術之後呢，只需要右鍵一下這個定時法術炮台。那它這邊當前法術就會顯示觸摸生長，然後範圍效果乘8，然後這個1秒的話就是它釋放法術的間隔。然後這個時候咱們還需要準備這個農翼魔元通道，這周圍給它放個8個吧，好吧，放個8個農翼魔元通道。有了這個農翼魔元通道之後，這邊釋放這個生長法術，催熟這些樹苗，然後就會產生一個這個生長的力量，對吧？就會通過這些農翼魔元通道產生一個這個生長的魔力，那麼這個魔力就會輸送到這些魔元罐裡面。但是這個定時法術炮台它想要啟動的話，也是需要一些魔力的啊，不对，也是需要一些魔元的，所以我們需要先來一點啟動魔元。那這邊放個火山魔元通道，然後咱們給它扔點煤炭，它就會產出魔元。那麼有了魔元之後，你看這邊這個定時法術炮台它就會開始運作。開始運作的話，這些農翼魔元通道也就會同時產出這些魔元啊，然後給到這些魔元罐，這樣的話就可以直接實現無限魔元了。好，那現在它就已經是無限魔元了，它會源源不斷的不停的產出魔元啊。那無限魔元這一環搞定之後，那麼接下來咱們就要準備量產一下這個黑色神秘花棒，就是這個東西。咱們這邊給它打掉一個角，然後把這個角落的樹苗給它打掉，可以在這邊種一個黑色神秘花棒，那麼它也會被這個生長魔符給它催熟啊，好吧？催熟之後它就是黑色高神秘花了。那這個時候咱們得想辦法把它收集到終端裡面，全自動收集啊，当然是全自动收集。這個也是非常的簡單啊，咱們直接用這個線缆來把這個終端連接過來，好吧？這個線缆它是 RS 的線纜啊。然後咱們需要準備一個破壞面板，對準這個黑色高神秘花，這樣子就行了。然後線缆連接過來 ，OK， 那這個破壞面板就會破壞底下這個黑色高神秘花，直接被它破壞掉了，看到沒有？那破壞掉它變成這個掉落物之後，怎麼讓它自動的輸送到終端裡面去呢？那咱們還需要一個收集裝置，依舊還是破壞面板，對準這一格。這個破壞面板的話，它裡面還有一個這個拾取模式，這個給它開成拾取模式啊。拾取模式開起來之後，它就會拾取它前面這一格的掉落物，依舊還是線缆連接上。那麼拾取破壞，那当然還需要就有個東西去放這個黑色神秘花棒，對吧？那你要不種的話，那沒法全自動的呀，那就還需要一個成型面板，就这個東西，依舊還是對準這一格打掉，然後線纜連接過來 ，OK， 然後咱們把這些黑色神秘花棒給它放到終端裡面去啊。咱們只要終端裡面有這個黑色神秘花棒，然後打開這個成型面板，這邊給它標記一個黑色神秘花。好，那這個時候它就會直接在這一格種上黑色神秘花，然後通過生長魔符的催熟長大，這個再破壞，破壞完之後，這個再進行收集回終端。那咱們終端裡面就會出現這個黑色高神秘花啊。當然用這個收集的話，它有個弊端啊，就是它只能收集它前面這一格，如果說掉落物掉到邊上去的話，它就收集不了了。所以這裡咱們得給它圍上，這樣
樣就好了，這樣掉的物它就不會掉的到處都是啊，方便咱們收集。但是最好還是用精妙背包來收集啊。那麼精妙背包怎麼收集，後面會講到啊。目前的話，給你们就是单純給你们介紹一下，有這麼一種收集方式。精妙背包的收集方式肯定是比這個會更好、更方便的。然後如果你這個裝置它不想用的話，你可以把這個程序面板這一邊給它這個模式改成紅時模式，有紅時信號的時候才會工作。然後這邊再給它放個拉桿，对吧？它現在是不會工作的，那你拉桿激活一下，給它一個紅時信號，它就會開始工作了。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就是什麼時候想讓它工作就讓它工作，不想讓它工作的話就不用工作，不然裝置一直開着可能會卡。OK， 那麼現在咱們就實現了一個全自動產出這個黑色神秘花瓣啊。這個黑色神秘花瓣的話，咱們就自己手動合一下，反正也不需要花什麼時間。那麼黑色神秘花瓣搞定之後呢，就是這個瓶裝魔力的問題了。瓶裝魔力的話，需要玻璃瓶扔到這個魔力池上面，需要5000點魔力。那麼這玩意兒的話也是同理的，它需要一點啟動魔力啊。那麼啟動魔力的話，咱們直接用火紅蓮就行了，好吧？最便宜最好用的这個產能花了。這邊放個魔力池，然後魔力發射器後面種點火紅蓮，它會自動綁定到這個魔力發射器上面的。這個魔力發射器給它對準魔力池，然後咱們給它來點煤炭塊激活一下就行了。OK， 這會兒的話它就開始產出魔力了，然後咱們就可以着手瓶裝魔力的自動化了，依舊還是線纜給它連接過來。但是這玩意兒的話，它是需要把這個玻璃瓶丟到魔力池上面的。那有什麼東西就是可以類似於機械動力溜槽那樣的呢？那就需要用到植物魔法的花格箱了。這玩意兒它是有類似於機械動力溜槽的功能的。這邊給它放個花格箱，然後自動放置配方的話，咱們還需要用到一個非常牛逼的東西啊，那就是這個合成艙 RS 的合成艙，直接從下往上對準這個線纜來放個合成艙。OK， 那現在這個合成艙它就是對準這個花格箱的。你右鍵打開合成艙的話，它這邊會顯示花格箱，那就說明它已經對準這個花格箱了。它到時候所有的東西都會向這個花格箱去進行輸出。那麼如何去讓它輸出這個玻璃瓶呢？那這個時候就需要用到一個這個樣板終端，把這個樣板終端給它放着，然後還需要一個樣板。這裡直接點擊這個瓶裝魔力，然後點這個加號，這裡它就會出現一個這個配方啊，玻璃瓶，然後這邊咱們得到的是瓶裝魔力，直接給這個模板寫入，這樣就行了。輸入玻璃瓶，輸出瓶裝魔力，然後把這玩意兒放到合成艙這邊，這樣的話它就會向這個花格箱輸出玻璃瓶，然後花格箱這裡面的玻璃瓶會掉到這個魔力池上面，就可以實現一個自動化。然後現在打開合成終端的話，它這邊會有個瓶裝魔力，有合成2字啊，那是因為我們這終端裡面它沒有瓶裝魔力，好吧，所以它這邊會直接顯示合成瓶裝魔力。那這個時候咱們點一下，可以下單個1瓶瓶裝魔力，然後直接開始。OK， 看到沒有？直接一個玻璃瓶掉下來，然後出來一瓶瓶裝魔力。但咱們終端裡面肯定得有這個玻璃瓶才行啊，沒有玻璃瓶的話它是合不了的。那麼如果咱們這個終端裡它是有這個瓶裝魔力的呢，那我該怎麼去下單呢？總不至於說每次下單的話都得把這個瓶裝魔力拿出來，然後它這裡有合成2字了，然後再去下單吧。然後這樣太麻煩了，咱們直接按住 Ctrl 加 Shift， 然後點擊這個瓶裝魔力，這樣就可以進行下單了。好吧，你想做多少個都可以，直接下單個10個，直接開始。OK， 看到沒有？這樣就實現瓶裝魔力來了。然後接下來就是一個收集的問題了。那麼收集的話，這會兒咱們直接用精妙背包就可以了。這邊直接放個精妙背包在這邊，然後再給它上一個這個高級磁鐵升級，然後把這個高級磁鐵的模式給它改成允許啊，允許。那這邊就是只允許這裡標記的東西被吸到背包裡面啊。然後咱們標記一下這個瓶裝魔力，那它就只會吸收瓶裝魔力，其他的不會吸。像這個煤炭塊扔出去它是不會吸的。但是這東西回收之後，它是進到背包裡的，還需要咱們從背包拿到終端裡面去，也太麻煩了。所以咱們這個時候可以用這個輸入面板對準這個背包，然後再用線纜給它跟終端連接上。那這樣的話，像這個下列可能背包裡面的東西就會被吸收到終端裡面去。比如這個煤炭塊，我給它放進去，你看它在減少，那它在減少，這個煤炭塊到哪去了呢？到終端裡面來了。然後這個時候咱們再下單個10瓶瓶裝魔力，好吧？看一下下單它制作完之後就直接被背包吸收進去，然後直接傳輸到終端裡面去，這樣就很完美的一個自動化。那咱們瓶裝魔力的自動化也搞定了，接下來咱們就要實現這個黑蓮花的自動化了。這也是整個環節中最難的一環，因為這個花藥台它非常的死。那麼既然咱們要用這個花藥台去合成的話，首先要考慮的就是花药台補水的一個問題。咱們把花药台放在这邊吧，放的稍微遠一點。當然花藥台這個東西也是要丟進去才行的，所以這個時候咱們依然還是要用到這個花格箱啊。但是這一會兒的話，如果說你要用這個合成艙去對準這個花格箱來進行一個全自動的話，它是不行的，它是行不通的。咱們先寫一個這個黑蓮花的樣板，這個水桶是不需要的，把這個水桶給它取消掉，
Shift 加左鍵點一下，這水桶就沒了。因為咱們從花格箱裡面扔出去水的話，它是無法給這個坏药台去補水的，所以合成配方裡面是不需要這個水桶的。然後種子，把这個種子也給它取消掉。這邊配方咱們重新來配一下吧，就是1、2、3、4個神秘花瓣，這邊給它改成1個 ，OK， 4個神秘花瓣，然後瓶裝魔力，最後是種子，就是這樣的順序啊，先丟4個黑色神秘花瓣，然後2個瓶裝魔力，然後1個小麥種子，種子肯定是要丟最後的，對吧？你用坏药台合成這些花朵啥的，它種子是要最後丟的才能合成的，如果你種子放到第一個丢的话，它是合成不了的。OK， 那这樣的一個樣板它就可以了，直接寫入，輸入是4個黑色神秘花瓣，2個瓶裝魔力，1個小麥種子，然後輸出是1個黑蓮花，然後咱們把這個東西給它放到這個合成倉裡面。但是如果說你這樣去進行下單的話，這個自動化它顯然是無法完成的。為啥呢？因為這個花格箱這個東西，它一次只能輸入一種物品，不是一種，是一個物品。因為咱們自動化這個瓶裝魔力，它一次是只輸入一個玻璃瓶的，所以咱們可以直接這個合成倉對準這個花格箱，就這樣進行自動化就行了。但是這個黑蓮花是不行的，因為它一次要輸入的東西有多少呢？總共有7樣東西，就4個花瓣，2個瓶裝魔力，1個小麥種子嘛，總共是有7個東西啊，有7個東西是一次性要同时輸入的，這樣花格箱它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咱們不能這樣去進行自動化啊。這個時候就需要準備一個容器去中轉一下，比如說我這邊這花格箱邊上給它放個桶，這是一個容器，然後咱們再把這個合成倉對準，這樣子就行了，把這個容器打掉，然後現在這個合成倉它對準這個桶的，這裡顯示是桶，那它到時候這個合成配方的物品就會向這個桶裡面繼續進行輸出。那麼這些東西到了桶裡面之後，咱們還需要一個可以过物品的管道，把這個管道給它連過來，這裡用到的是 PP 的物品管道，然後咱們用 PP 的扳手對着這個位置 Shift 右鍵一下，這樣的話它就會從這個木桶裡面把東西輸入到這個花格箱裡面，這樣的話它不會說同時一次性7個物品就直接進到這個花格箱裡面，它是一個一個過去的，好吧，一個一個過去的，可能說速度會比較快，但是它是一個个過去的，這樣的話就不會導致這個花格箱卡住。然後它這邊顯示是單次輸送4件物品，輸送間隔是20 tick 每秒，如果想速度更快一點的話，可以給它上個管道升級啥的也行啊，不會有影響的。然後現在咱們要做的就是把這個線纜連到這邊來，只要把線纜連過來，這邊合成倉通電之後就可以進行一個下單了。但是這個時候肯定有的水友會說，就是我這個裝置它整的離終端比較遠，我又不想拉那麼長的線，那咋辦呢？這當然是有辦法的呀。那這個時候就需要一個東西，那就是這個網絡接收器和網絡發送器。咱們只需要把這個網絡發送器就放到這一塊，連着終端這一塊給它通上電就行了，網絡發送器，然後再給這邊放個網絡接收器，咱們給它放過來一點吧，對吧？就比如放這，把這個網絡接收器給它放這兒。那麼怎麼讓這個發送器跟接收器產生關聯呢？還需要用到一樣東西，叫做網絡卡。把這個網絡卡右鍵一下這個網絡接收器，那它這邊就會出現一個坐標，這個網絡卡它就會連接到這個網絡接收器，然後再把這個網絡卡放到這個網絡發送器裡面，那麼它這個電就會遠程的發送到這邊，就發送到這個網絡接收器這邊。然後這個時候咱們用這個線纜把這個合成倉連起來，把這個網絡接收器跟合成倉連起來，你看它就通電了，看到沒有？然後再把這個樣板給它放進去，這樣咱們就可以在終端裡面進行下單了。但是咱們還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壞藥台補水的問題。壞藥台補水的話，咱們直接用這個鬼又無法的長魂水槽就行了，就這邊給它放個長魂水槽，它就會每過一段時間就會對周圍這個可以儲水的這個東西去進行一個補水啊。 OK， 那麼補水還有樣板這一系列的東西都已經搞定了，那接下來咱們就可以下單了。來，咱們先下單一個黑蓮花試一下，直接開始看一下。OK， 看到沒有，非常完美，直接合成了一個黑蓮花。然後收集方面的話，依舊還是使用精妙背包，這個咱們就不多說了，好吧？依舊是給黑蓮花設置一個白名單，這樣的話它就只會吸取黑蓮花，然後輸入面板連接，這樣就行了。但是你是不是以為這樣就可以了？這樣看着好像是沒有什麼問題哦，好像非常的完美的一個自動化，對吧，兄弟們？那咱們現在再來給它下單個2朵黑蓮花。OK， 你就會發現出問題了，兄弟們，就一堆東西它丟一塊了，就好像沒有順序了一樣，就沒有辦法去進行這個黑蓮花的制作了。那這個時候就需要用到一點紅石知識哦，咱們需要準備一個紅石比較器和紅石火把。紅石比較器這樣放，這2個發光的地方它要對準這個壞藥台啊，然後這裡放個石磚，放個紅石火把。這個東西它是用來給這個合成倉去發出紅石信號的。然後這個合成倉剛才是屬於是忽略紅石信號的模式啊，咱們給它改成就是這個紅石脈衝模式。紅石脈衝輸出下一組，這樣就是合成倉接收到一次紅石信號，它就會輸出1朵黑蓮花的合成材料啊，就不會說我下單個2朵黑蓮花，然後它會連續輸出2朵黑蓮花的材料，導致合成材料全部混到一塊去。那現在這個時候，咱們就可以一次性合成2朵黑蓮花了。來，咱們直接給它下單個3朵黑蓮花吧，直接開始合成啊。
那你看合成一朵黑蓮花，這裡變暗了，然後這邊進行補水，補水之後這邊又觸發了紅色信號，它這邊又輸出一組合成配方，然後又合成一朵黑蓮花，就這麼簡單啊。那麼現在的話，咱們这個一個全自動產出黑蓮花的裝置就已經完全的搞定了。现在咱們就可以源源不斷的去產出這個黑蓮花了。咱們差多少就直接在終端裡面下單，就比如這個瓶裝魔力我沒了，我下單個30瓶，那咱們終端裡面立馬就會出現這個瓶裝魔力。然後我想再來一點黑蓮花，那我給它下單個10朵，好吧，我想要多少就下單多少，只要咱們的原材料夠就行了。那麼接下來就是最後關頭了，它這個暗黑蓮花合成還需要2塊魔元寶石，咱們需要整一下這個全自動產出魔元寶石的裝置。這個魔元寶石塊的自動化，咱們需要準備這個精妙存儲的這個木桶，還有灌注室，然後咱們全自動產出這個魔元寶石塊的裝置給它放到這個魔元罐邊上啊，因為這個灌注室如果邊上有東西給它提供魔元的話，它的合成速度會加快的。然後這個雲杉木桶給它放到這個灌注室的頭上，咱們給它上個高級漏斗升级，然後打開之後會有一個這樣的界面，全部給它改成允許啊，然後咱們給它匹配一下白名單，這裡的模式全給它改成輸入輸出都行，紫水晶塊給它放進去，然後把這個紫水晶塊右鍵標記一下，標記到這邊，然後再把這個魔元寶石塊右鍵標記一下，標記到上面，看到沒有？它直接這裡出來魔元寶石了，就是下面這底下這個灌注室，它合成完魔元寶石之後，就會直接被這個木桶給它吸上去，好，被木桶這個漏斗升級給它吸上去，就不需要咱們去進行一個收放了，它会自動輸入合成，然後合成完畢之後又給它收回來。當然這個木桶它是一定要在這個灌注室頭上的啊，你在灌注室底下是不行的啊。原因好像是因為這個灌注室它沒法從底部去接收物品，那麼它這邊合成完魔元寶石塊之後，肯定是不可能由我來去把這個魔元寶石塊給它放到終端裡面去的，那依舊還是使用這個輸入面板對準這個木桶放，也是同樣的給它連上線缆，然後這個輸入面板這裡要給它開個白名單，開了白名單之後，只有被標記的東西才會被它吸收。OK， 這2個東西它都不會被這個輸入面板給它吸收的。然後咱們把這個魔元寶石塊給它拿出来，然後這邊是開了白名單模式的，給它標記一下魔元寶石塊。那這個輸入面板的話，就會從這個桶裡面去吸收這個魔元寶石塊，然後進入咱們的終端。好吧，那魔元寶石塊就進來了。那麼咱們這個黑暗蓮花所有的材料都已經進行了一個全自動化生產，那麼接下來就可以着手準備這個暗黑蓮花的一個全自動合成了。這個奥数核心，然後附魔裝置放上面，然后奥数基座，這樣就行了，畢竟它只需要放3樣東西嘛。那麼這個黑暗蓮花的話，咱們依舊還是要寫樣板啊，來選擇黑暗蓮花，然後這個 OK，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黑蓮花，然後魔元寶石塊，魔元寶石塊，然後輸出是一個暗黑蓮花，咱們把這個魔元寶石塊這2個给它取消掉，就一個黑蓮花，然後對應一個暗黑蓮花就行了。这樣給它寫入，然後讓這個合成倉去對準這個附魔裝置，然後把這個樣板給它放到合成倉裡面。那麼這2個奧數基座的話，它是用來放這個魔元寶石塊的，然後使用這個輸出面板直接對準奧數基座，這邊也是對準奧數基座，然後給它標記一下魔元寶石塊，這樣的話這個魔元寶石塊就輸入到這個奧數基座上面。那這個時候只需要咱們這個合成倉向這個附魔裝置去輸入黑蓮花，它就會開始合成暗黑蓮花了。就比如我這邊給它下單個1朵黑暗蓮花，看到沒有？它就合成成這個暗黑蓮花了。然後合成成暗黑蓮花之後，咱們使用這個輸入面板，對，使用輸入面板，這邊給它接個輸入面板，給它連到這個線纜上。OK， 它這一會兒就已經被輸入面板給它吸回終端裡面去了。現在咱們打開終端可以看到暗黑蓮花的，看到沒有？這邊一朵暗黑蓮花。那這樣的話，咱們一個全自動化暗黑蓮花的裝置就完全搞定了，兄弟們。當然這邊不用合成倉也可以啊，這邊用這個跟這邊同樣的用輸出面板也是可以的，对吧？给它標記個黑蓮花就行了。但是用合成倉的話，咱們可以控制它就是合成多少，想合成多少合成多少。來，咱們再下單個5朵黑暗蓮花試一下好吧，看一下這個裝置有沒有問題。OK，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啊，完全沒有任何問題，兄弟們。那麼使用 2S 全自動化這個暗黑蓮花的這個裝置就搞定了，完全搞定了，兄弟們。然後有這個暗黑蓮花了之後，咱們就相當於有無限的魔力了。1朵暗黑蓮花就是10萬的魔力，好吧？那10朵這個暗黑蓮花就是1池子的魔力，1池子是100萬魔力嘛。咱們這個裝置出來之後，基本上你是擁有無限的這個暗黑蓮花的。那麼今天的教學就到這了，你學廢了吧，兄弟們？